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宫墙深处，权力被宦官攥在手中，忠臣的血洒满了朝堂。有人在金銮殿上怒斥奸佞，却换来囚笼与枷锁；有人在牢狱中咬碎牙关，誓不屈服。百姓的呼声，太学生的抗议，士大夫的悲歌，像燎原之火，点燃了东汉最后的良知。可他们没想到，这场由正义引发的抗争，竟会演变成一次史无前例的血腥清洗。党锢之祸，谁才是真正的叛逆？谁又是被时代吞噬的牺牲者？一场关乎信念与权力的较量即将揭开序幕。汉皇帝时期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朝廷腐败，宦官和外戚两股势力争斗不休，最终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亡。宦官当道，文武百官自然也不会尽心尽力为国家出力。很多人都想方设法巴结宦官，希望能得到一官半职。正直的太学生和各郡县学生气愤不已，他们满怀报国之志，却被腐坏的社会风气阻挡在外。学生们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，向统治者抗议，要求改革国家政治。一些正义的官员也加入学生抗议的行列中。这些人对国家政策和皇帝执政能力提出质疑，要求朝廷罢免贪官污吏，废除宦官职权，动用青年之士。早在汉顺帝时期，就有一些人反对外戚和宦官专权，但这些有志之士的力量不足以影响到全国。在顺帝之前，也有不少忠良劝谏皇帝削弱外戚势力，可惜皇帝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。到皇帝登基后，大将军南骥肆意玩弄政权，引起诸多百姓和官员的不满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很多太学生和官员开始投入到反对外戚和宦官的阵营中来。眼看东汉王朝就要毁在宦官手里，太尉陈蕃、司空刘茂急得不得了，两个人一同写了奏折呈给汉皇帝，希望皇帝能制止宦官胡作非为，不准他们干涉朝政。可是皇帝压根就不听陈蕃和刘茂的话，把他们痛骂一顿，赶了出去。刘茂吓得不敢再上诉，陈蕃不畏强权，再三请求皇帝以国家大局为重，还列举了前朝申屠嘉、耿宣两人的事迹，希望皇帝能够赦免被关押在监狱里的政治官员。皇帝仍然对陈蕃的话不理不睬。可是陈蕃上书的事情已经传遍了宫廷，宦官得知后恨得咬牙切齿，碍着陈蕃是重要功臣，他们心里有些畏惧，便把害人之心转到其他小官员身上。一时间，朝廷大臣叫苦不迭。南阳太守陈进、太原太守刘志等人被关进牢里，绝大多数都被迫害而死，只有小部分人逃了出来。郡县官员和老百姓对朝廷的所作所为失望透了，大家一致为受害官员申冤，谴责宦官的恶劣行为，要求皇帝收回宦官手中的权力。令人想不到的是，宦官们气势汹汹地罢免了抗议队列中的官员，还指使军队打压老百姓。有一个术士名叫张成，仗着自己和宦官的关系，纵容儿子在外面杀人。河南尹李英把张成的儿子抓捕归案，本来应该判处死刑，可案子还没结束，朝廷大赦天下的诏令就颁布了。张成嚣张地大声喊着：“这下看谁还敢杀我儿子！”李英气得火冒三丈，称张成的儿子是故意犯罪，想借大赦逃脱惩罚，更应该处死他。之后也不管别人劝阻，亲自带着张成的儿子来到刑场。看到刽子手砍下犯人的脑袋，这一下可不得了了。张成跑到宫里大哭大闹，宦官为了给他出气，找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安在李英头上，最后李英也被抓进了监狱。愤怒的百姓和官员再也坐不住，开始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。从这之后，宦官和大臣的激烈斗争开始了。宦官把那些反对自己的官员称为党人。汉皇帝下旨全国范围内羁押党人，对他们严刑拷打，一时之间，朝廷官员躲的躲，跑的跑，可还是被宦官抓去了不少。陈蕃知道这些党人都是忠臣良士，
在国家和百姓之间有一定的声望。如果他们被捕的话，民间的怒气肯定更加严重。他又一次劝谏汉皇帝不该轻易听信宦官的谗言。皇帝早就看他不顺眼，这次皇帝干脆免去陈蕃的官职，还把司空刘茂的官职也免了。陈蕃和刘茂只好无奈地回了家。皇帝的皇后是杜武的女儿，杜武也看不惯皇帝的做法，加上党人在狱中表现出来的正直气节，令几个审判宦官感动不已。杜武便请求皇帝对党人网开一面，那几个宦官也不再对党人动用大刑，而是尽可能的照顾他们。理应恨透了赵京、侯览那些宦官，为了报复他们，他在受审时故意把宦官的亲信说成是自己的亲信。赵京等人听了后都慌了神，害怕李英的供词会牵连自己，只好向皇帝建议大赦天下，把党人放出来。皇帝依言而行。公元167年，东汉大赦天下，党人出狱。虽然得到了自由，却被皇帝下令禁止当官，只能生活在乡野之中。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。公元168年，汉灵帝登基。这一年，天文上出现了异象，这是件很重大的事情。人们都认为天文异象预示着国家将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大家一致把矛头对准了宦官。窦武等大臣聚在一起，打算趁这个机会把宦官一网打尽。正在他们秘密策划的时候，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，宦官提前得知了杜武等人的计划，先一步发起攻势。他们逼迫窦太后和汉灵帝把玺印都交出来，然后用皇帝的名义抓捕杜武、陈蕃众位大臣。官员们奋死抵抗，混战中，陈蕃不幸被杀，杜武被俘，最后也被杀害。党人全部被囚禁在狱中，陈蕃的儿子被朱正送往甘陵藏了起来，杜武的孙子则被胡腾和张粲藏在陵陵。公元176年，永昌太守曹鸾为党人请命，被汉灵帝处以死刑。随后，灵帝把党人的亲友和门生都抓进了监狱，还关押了很多无辜的族人。公元184年，东汉爆发了黄巾起义，汉灵帝内忧外患，怕黄巾军打进洛阳，又怕党人余烈和黄巾军勾结，他想了很久，终于决定把党人的亲友门生释放出来。公元189年，汉灵帝去世，汉少帝继位。凉州刺史董卓重兵在握，逼迫少帝退位，另立汉献帝。随后，董卓给全国下诏，为驱使的陈蕃、杜武等党人平冤，党锢之祸才正式平息。在宦官只手遮天、胡作非为的情况下，忠臣良士不顾自身安危，和宦官势力作斗争，竭力维护国家稳定。他们的行为激励着后世政治之士，在他们面对强权的时候，给予他们信心和力量，顽强抵抗，誓死不屈。